里格的摆臂也要摆大点，太小气了，加上小臂那么小。来说你们在队列里什么感觉？可不能服输啊！别是高手。哎呀，你确实也是女兵方阵第一个拿刀的。我的名字被点了多少次？当家！每天都是最苦的。Hosting of the military parade this morning was magnificent, and the world was watching. I've already had people calling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. They were all watching. 压力肯定是有的，因为我们执行的是国家最高规格的仪仗司令任务，是不能有任何差错。现任三军仪仗队女兵分队队长，我们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女仪仗兵的风采。身材高挑，容貌端庄，声音高亢激昂，提起正步，英姿飒爽。一直以来，中国三军仪仗队都是由男兵组成，但仪仗女兵方阵的出现让世界为之震惊，他们也成了国事访问欢迎仪式中的独特亮点。正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先生所言，他们让世界震撼，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中国女兵的飒爽英姿。气势如虹的女兵方队中，下达口令的正是队长程诚。他创造了7项第一，这在解放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2009年国庆大阅兵，他第一个被确定为三军女兵方队领队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批仪仗女兵，是三军仪仗队第一位女性分队长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位佩戴指挥刀的仪仗女兵，是第一位带领仪仗女兵首次亮相莫斯科国际音乐节的女兵队长，还是历史上第一个拿着指挥刀接受外国元首检阅的女兵。我叫程诚，山东潍坊人，现任三军仪仗队女兵分队队长。18岁生日那天，我终于如愿披上戎装，踏上了军营这片热土。入伍后，他被分配到了通讯部队。由于训练积极和成绩优异，程诚被推荐到白求恩医学院继续深造。技多不压身，他很快又成为了一名医疗兵。此时，2009年国庆大阅兵正在计划中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将首次组建三军女兵方队，机遇似乎总是偏爱那些自强不息的人。2008年12月，程诚通过考核，来到北京阅兵村进行集训。宝剑锋从磨砺出。如果说此前的军训是对军人身体和意志的磨练，那么阅兵集训则是对军人体魄的最终锻造和升级。女兵和男兵一样，每天要站在温度高达45度左右的地面上，腿部绑着沙袋，手持钢枪，负重8公斤，至少训练6个小时。即使在生理期，也要坚持训练。汗流满面，花含露，沉蒲蛾眉，似带妆。这也许是对女兵艰苦训练的乐观写照。就是刚刚开始训练正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练踢腿。练踢腿的时候，当时都发展到住在上铺的战友们都上不出床，他们只能睡在我们下铺，2个人将就一个床睡觉。2009年5月，程诚第一个被确定为国庆大阅兵三军女兵方队领队。如果说上天喜欢捉弄世人，那么他总会在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不请自来。经过10个月的训练，长高了1.8公分。一开始自己感觉不到什么，但是后来我们的宣传干事拍的照片呢，经过反复的对比啊，确实发现我跟旁边的这2名领队，我的头很明显的高出来一块儿。如果又长高了1.8厘米，你可能会非常开心，但是对于程诚来说，则是一种负担，因为在女兵方队中显得非常突出，破坏了整体的美观。程诚被调整为预备领队。但是我们的阅兵的规格要求是很严的，那3名领队的身高一定要一模一样。所以我当时就临到最后还有20天的时间吧，做了预备。挫折只会打垮懦夫，而会让真正的强者越挫越勇。
失落过后，收拾好心情，程程一如既往地陪同战友们训练，给他们讲解动作要领和技巧，以及心理疏导。阅兵仪式上为他们鼓劲加油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坚韧魄力，表里如一，这就是榜样和标兵。我当时那天去现场的时候是拿着陆海空3套礼服，很沉，但是我觉得我责任很重，因为他们3个任何一个人出了问题，我都能随时顶上。而且我也是觉得我能胜任任何一个位置。2012年，中央军委决定打破传统，将首次组建仪仗女兵方队。有人说，良好的形象和让人过目不忘的印象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。程程之前的出色表现和能力，让上级对他印象十分深刻，并主动给他发出了邀请函。服从安排，执行命令，坚决果断，严于律己。2012年6月，程程被任命为3军仪仗队女兵分队队长，她成为了解放军历史上首个仪仗女兵分队队长。2014年2月，经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批准，仪仗女兵中队正式组建，程程被任命为中队长。看得出大家这段时间的训练非常用心，到现场去都要小声的提醒到位，顺顺利利的、圆满的把此次任务完成好。同时接到上级通知，土库曼斯坦总统将要在3个月后访华，仪仗女兵方队将要首次执行欢迎仪式任务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经过3个月的强化训练，他们达到了执行仪仗司礼任务的要求。2014年5月12日，土库曼斯坦总统访华欢迎仪式上，13名女兵首次精彩亮相。程程和仪仗女兵们用大国的自信、挺拔的英姿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仪仗女兵的风采。土库曼斯坦总统也赞扬说，这些女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非常美好。到啦！哇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2014年9月，新兵如期来到了北京集训基地。考核之后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成为仪仗女兵方队的新队员。面对这些90后女新兵，程程并没有以领队的身份自居，在训练结束后与战友们沟通问题。大家出汗了吗？出来。紧张不？我紧张。来说你们在队列里什么感觉？报告。就是班长教的说是看臂，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看那个脚跟儿。走着走着，感觉频率变得特别快。左一路的提醒员可以稍微往左迈一点点。我觉得就是应该找位置，等他们动完了，我们就是直接到位，别来回窜。这些问题都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什么？咱们平时练的有点少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吧，我想把大家都集合起来。高标准、严要求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这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之一。在一次训练抽查中，程程的女兵方队受到了大队长的批评。哪是你的军人啊？这是你别练枪的，这个程队长，回去得练。是。真的不行，你看小动作太多了啊！真太后来。啊，太不规矩了！平时摆臂怎么练的？此部长兵，程程对部下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。张彤彤，你的摆臂也要摆大一点啊！李哥的摆臂也要摆大一点，太小气了，加个小臂那么小。可不能服输啊！报告。
别犯晕啊，坚持住啊。2，原地走，活动一下。大家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临时接到大队长的通知，基本上啊确定为第2种方案了。第2种方案意味着什么？咱们就是正式上场36人，啊，36人编队。这样的话，就有8个人要从咱们这个方阵里暂时下来，咱们编队的人更少了，啊，淘汰的几率反而更大了。咱们今天下午合练的时候，让队长点到咱们多少啊？是吧？我的名字被点了多少次？程队长，程，我被点了多少次？咱们第1批女兵编队的时候，哪有过这现象？基本上没有点过我，没有拿喇叭叫过我。但今天下午，咱们女兵方阵来合练的时候，你想我被点了多少次啊？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，我觉得很丢人啊，让男兵看了笑话。我希望大家啊，咱们共同努力啊，就为了这个目标共同努力。指挥刀是所有军官荣誉的象征。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仪仗队指挥刀被誉为天下第1刀，笔直坚韧的刀形象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力量。1992年9月30日，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，自1992年10月1日起，实行队长和分队长正式配用仪仗指挥刀，而程则成为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佩戴指挥刀的仪仗女兵。你看，我这个手不动，我左手不动，抓枪抓刀，我也照样能抓上。就这咔，2，你看我现在没抓住，2走，这样人就抓上了。别着刀走。哎呀，你这人来举刀力，看着我，你看跟着我学，利用手的往上的举力，托力，这是力刀，这是力刀，由拔刀变为力刀，由力刀变为举刀，也叫托刀。走，啪，你懂的，哎，咔，哎，来。摆头那个神到这还教你呢，摆头得需要个神，就在摆头一举刀，啪，定位了，耶，咔，出了那个感觉。女兵方阵成立方阵，只能选他了，当那个分队长。所以说你必须要担任把这个位置，这个职务要担任起来。你这可以这么讲，也创造历史了，也是女兵方阵第一个拿刀的。你拿的不是一把简简单单的指挥刀啊，你拿的是沉甸甸的厚重的历史和荣誉啊。2015年9月3日。在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仪式上，首次出现的仪仗女兵方队受到了世界的关注，而其中女兵分队队长就是程，她被媒体誉为最美仪仗女兵。时隔2日，顾不上休息。2015年9月5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邀请赴俄罗斯参加国际音乐节。持续阴雨天气导致8名队员感冒，12人拉肚子。正式演出当天还下起了大雨。意大利、日本、巴基斯坦等国决定退出。面对恶劣天气，程和女兵们并没有丝毫犹豫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托起的不仅仅是钢枪，更是为国争光的责任和担当。当中国仪仗女兵踩着乐队鼓点，顶风冒雨，首次亮相莫斯科红场时，震撼了在场的各国代表和观众。177个动作，12分钟的表演，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。中国万岁 China Good 乌拉的呼声响彻全场。2018年6月6日，这一天对于程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中国国事活动欢迎仪式改革后首次启用，在吉尔吉斯坦总统访华欢迎仪式中，55名仪仗女兵单独编成方队，而程就是女兵方队的队长，成为了第一个拿指挥刀接受外国元首检阅的领队。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彰显女兵的新风范。因为从小就对军人这个职业还是很向往。在你心目中军人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？看99年那个国庆阅兵50周年国庆阅兵的这个现场直播嘛，我特别是这个女兵方队走过的时候吧，很整齐，英姿飒爽，反正很帅气。那现在就是训练这些女兵的时候，你作为中队长来说，你有压力吗？压力肯定是有的，因为我们执行的是国家最高规格的仪仗司令任务，是不能有任何差错，每场任务必须万无一失。所以我也跟我们的女兵讲，就是每次出发之前，我会告诉他们，今天这场任务是我们第一场任务。
2018年2月，程程当选为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接受采访并分享了仪仗女兵的故事。仪仗队代表的是三军的威仪，更是大国的形象。整齐划一的步伐，雷霆般的洪亮嗓音，排山倒海的气势，展示了中国三军文明、威武、和平的形象。我为此付出的汗水、泪水和伤痛都是值得，因为我们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女仪仗兵的风采，在我军的仪仗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